男人在探险时发现了一件诡异的事，山洞里竟站着个静止不动的人类，宛如被人点了穴道一般。心存疑惑的他朝着里面打起招呼，然而对方依旧纹丝不动。困惑的尼克打算进去一探究竟，于是他招呼狗子上前打头阵，不料狗子却表现得尤为恐惧，哆哆嗦嗦，始终不愿前进半步。尼克也不好强狗所难，他只能小心翼翼独自向着洞里探寻。然而还没走上几步，面前就出现一股能量在阻碍着自己。懵逼的尼克有点懵逼，他伸出手抚摸一番，却发现周围的能量非常有质感，宛如一道空气墙，并且每走一步都是举步维艰。但为了搞清楚对方的底细，他只能克服恐惧向着前方走去。可随着渐渐深入，尼克惊恐地注意到对方竟缓慢行走了起来，这一幕将他看得云里雾里。伴随他彻底穿越空气墙，前方的人也大步流星走了起来。碍于对方来路不明并腰间又挎着枪，尼克不敢轻易上前打招呼。没过一会，对方就消失在黑暗中。就当他犹豫要不要跟进去时，后方又发生诡异的现象。只见洞口处忽亮忽暗，同时洞穴深处又传出惊悚的惨叫声。尼克吓得尿不湿都尿湿了，他急忙朝着外界夺命而逃。好在是有惊无险来到了外面，但此时的他却很是疑惑，明明进入山洞前还是晌午，这才仅仅在里面待了3分钟，可如今外面却已是一片漆黑，就连狗子也消失得无影无踪。难以置信的他朝着汽车跑去，可当来到跟前一看，爱车竟已被杂草树藤给覆盖。尼克打算启动汽车离开，不料电瓶也已经报废。这时他才注意到自己的工作照也已经因为氧化开始泛黄，种种迹象都表现得仿佛过去了好几个世纪一样。懵逼的尼克只能在周围寻找线索。这时他看到附近停放着一辆越野车，眼看四下无人，尼克决定卸下对方电瓶为自己所用。可不料一番打量过后，他发现这车同样也被杂草覆盖。尼克清晰记得自己来这里时，这辆车还没有停在这里。这时里面的一个包引起了他的注意，抖掉上面的泥土，他发现这竟是自己学生大山的书包。尼克这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，他猜测是自己进入山洞后，自己的学生们也找了过来，看样子对方也进到了山洞里。想到这的他又再次折返回来，并且携带了大量荧光棒，边走边将荧光棒撒在地上，避免回来时找不到出口。然而当他靠近空气墙的这一刻，荧光棒竟诡异般的漂浮在空中，他伸出手去拿，谁知荧光棒又行走了起来，直到穿过空气墙才掉落下来。这时外面又再次闪烁，不过这次尼克不再退缩，而是径直朝着深处走去，因为他的学生极有可能在里面。原来尼克是一名大学的考古系教授，多年来他经常游荡在野外探险，目的就是为了寻找失踪的父母以及妹妹。因为这处大山里流传着一个古老的秘密，相传在某处地方蕴含着神圣的不老泉，只要接触到不老泉的泉水就能长生不老。而尼克的父母和妹妹就是为了寻找不老泉，导致现在都了无音讯。这天尼克在山脚下发现了父母的车，车上还有着一家人的合照，并在旁边发现了这个山洞。由于在出发前他将来此的目的透露给了学生，担心教授安危的学生们打算过去帮助教授一同寻找。本着人多力量大，他们还带上了2个小屁孩。很快他们便来到目的地，他们也找到了教授父母的车，可却始终不见教授的踪影。这时小胖发现了一根绳子，顺着绳子的方向他们来到一个山洞旁，他们发现山洞里竟别有洞天，难不成教授就在这个里面？几人兴奋地走了进来，绳子的尽头通向一处悬崖，但不知为何绳子竟然断裂了，一想到教授很有可能就被困在下面，几人立刻带上装备打算下去。为了应对突发情况，他们将小胖留在上面接应。很快几人就下到悬崖底部，就当他们拿起手电向着深处靠近时，里面却传来一阵惊悚的惨叫声，仿佛存在了什么史前怪物一般。几名女士被吓得屁滚尿流，当即便打算逃离这里，然而才刚爬到一半，绳子就莫名其妙的断裂，丽莎直挺挺的掉落下来，刚巧砸中了底下的大山。这一摔将丽莎的小腿摔成了骨折，大山的手臂也不幸被砸伤。无信邪的他又扯了扯另外一根绳子，结果也是断裂开来。大山猜测是上面的小胖在搞恶作剧，故意割断了绳子，因为附近人烟罕至，除了小胖也别无他人。大山用无线电呼叫，然而小胖那边却传来断断续续的求救声，还不等询问原因，那头便彻底没了动静，唯一的救命稻草也失去了联系。为了不坐以待毙，众人只能朝着深处探寻。走着走着，他们发现了一个出口，不过出口的高度有点深，奇怪的是洞口上面一直忽亮忽暗，他们误以为是小胖在洞口玩手电筒。小美爬上岩石探查情况，此时她发现了一根断掉的绳子，看来之前有人从这爬了下来。然而当她低头一看，眼前的一幕令她难过不已。见此情形的大山立即过去查看，地上竟是小胖的尸体，众人顿时陷入悲伤之中。大山看着断裂的绳子，猜测是小胖爬下来时被人割断了绳子，但几人对此很是费解，小胖怎会莫名其妙爬下来？好在小胖的运动摄影机一直开着，为了找出答案，众人开始查看摄影机，他们将录像头平到墙壁上，不料越看越是蒙圈。录像中的小胖表示好几天都联系不到他们，众人见状有些摸不着头脑，他们才下来洞穴短短一会，外面的时间就已经过去了7天，洞穴的时间和外面根本对不上。在这段时间里，小胖还发现了教授的越野车，并找到了一本古老的书籍，上面记录着一个女王为了救治垂危的丈夫，派遣了远征军来到这里寻找不老泉，但不是被当地野人杀死，就是空手而归。很快他又找到了教授父亲的笔记，原来教授的父亲为了救治身患绝症的女儿，才来这里寻找传说中的不老泉。地底的几人已经彻底懵逼，因为从录像中可以看出，小胖已经从白天等到了晚上，又从晚上等到了白天，而他们这里才过去10多分钟而已，但画面栩栩如生又不是假的。
很快时间便来到第7天，小胖的精神状态也开始糟糕起来，物资也已经弹尽粮绝，迫不得已的他只能寻找生路。这时他发现了一个洞口，上面的石头还捆着一条绳子。为了寻找伙伴，他索性顺着绳子爬了下来。然而身子才刚探下来，天空就开始飞速变化。没过一会，他手中的绳子就莫名断裂。见此情形的众人悲痛不已，他们不清楚外面发生了什么，要想搞清楚这一切，就必须先逃出这里。现如今丽莎和大山都受了不同程度的伤，逃离出去的众人就落在了没有攀爬经验的小美身上，迫不得已，小美只能沿着岩壁攀爬。随着越爬越高，上面的气流也随着发生变化。当小美好不容易爬上来后，面前的一幕令她震惊不已，只见周围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山和水流全都发生了改变，就连空气中也弥漫着一股怪味，上面的绳子也不见踪影，就仿佛过去了几千年一样。别无他法的小美尝试呼叫救援，然而却始终接收不到信号，她还以为是太矮信号不好，于是努力向着高处走去。可这时铺天盖地的沙尘暴席卷而来，就当小美寻找信号之时，天空上竟赫然出现个巨大的三角飞船。这离奇的现象将他吓得缩回了山洞中，他将外面的一切说给几人听，可面对他这天方夜谭的话语，众人根本就不信，毕竟他才上去短短几秒钟而已。无奈的小美将录下的视频递给几人看，当看到录像中的画面时，众人满脸的不可思议。这时大山递给小美手机，原来他在底下也在录像，然而手机中的录像才显示几秒，可上面的录像则已经过去了30分钟。大山这才意识到，这里和外面的时间流速不一样，上面不断闪烁的光芒就意味着外界在昼夜交替，绳子也不是被人给割断的，而是由于长时间摩擦自然损坏的。大山又再次翻看小胖的录像，发现他刚摔下来时还没有死。他本想拿出对讲机呼叫同伴，不料才刚开口，身旁就迅速跑来一个神秘人，对方二话不说就结果了小胖的性命。看到这的众人不忍直视，这就说明这洞穴里还有其他人，他们随时会有生命危险，而唯一的希望就只能依靠这个洞口。小美决定攀爬上去，然后再放下绳子解救几人。与此同时，丽莎在看录像时注意到一个问题，那就是外面的光芒不像是昼夜交替，反而更像四季在发生变化。也许他们在洞中的几个小时，外面极有可能已经过去了几千年。就当众人不知该如何是好时，一根大铁棍就从天而降，紧接着变化成云梯。不明所以的小美赶紧攀爬，可就在此时，上面又走下来一个全副武装的面具男，众人吓得瑟瑟发抖。突然山洞里窜出来一个野人，与面具人厮打在一起，不料野人并不是其对手，没一会就败下阵来，被面具人给制服。众人见此情形，撒腿就跑。误打误撞间，他们来到一个山洞，在这里他们发现了2具尸体，正是教授的父母。不远处还蹲着几个野人。大山立即让3人偷偷撤退，可不幸还是被野人给发现。为了掩护几名女士撤退，大山只好与其扭打在一起，但双拳难敌4手，没一会他就被野人干趴在地。另外2名野人则是去追捕其余3人，好在3人闪躲及时，摆脱了野人的追捕。为了帮助被困的大山，小美急忙折返回去。然而此时的大山已经饮恨西北，就在他悲痛之际，面具男从山洞里钻了出来，他用杯子采集了一杯泉水，接着便打算离开这里。可看到伤心欲绝的小美，他似乎又想到什么，于是又折返了回来，打算将大山的尸体给拉走。以为面具男想糟践尸体，小美殊死反抗，面具男一把将其推倒在地，紧接着拉起大山来到泉水旁。小美还打算阻止，不料野人们却围困了上来，面具人紧紧将2人护在身后，他随之与野人们展开搏斗。就在此时，大山竟奇迹般活了过来，想必这就是传说中的不老泉。然而此时的面具男被打得节节败退，就连面具都被野人们给摘下。被摘下面具的他似乎呼吸不了，表情异常的难受，但还是强忍着痛苦将野人们禁锢在地上。可他也彻底累瘫在地，大山急忙为他捡来面罩戴上，然而却以为时已晚。面具男放出手臂上的血条，他的生命已经开始倒计时。这时丽莎2人也走了过来，小美询问面具男的来历，可他完全听不懂，于是他按了按手上的仪器，通过扫描4人的脸部后，空中弹出一则新闻，上面正是寻找他们的寻人启事。紧接着面具男又按出一道投影，看到上面的内容，众人这才意识到，原来在他们失踪的1000年后，地球环境变得十分恶劣，已经不适于生物存活，动植物都开始相续绝种。人类为了延续种族的繁衍，于是制造了一艘三脚架飞船，打算移居到火星上生存，直到地球生态自行恢复后，再乘坐飞船重返地球。看到这的众人深感绝望，原来外面已经改天换地，就算他们现在逃出去，也已经跟时代无法接轨。如今他们已经是个彻头彻尾的古代人。大山认为不应该自暴自弃，首先要去找到教授，教授一定会有应对之策。随后2队分头行动，大山独自去寻找教授，剩下3人负责将小胖放进泉水里复活。大山注意到地上有教授丢下的荧光棒，顺着荧光棒的方向，他发现地上还躺着好几个野人，还有个小野人正用泉水救治同伴，而教授正奄奄一息躺在地上。看情况是尼克教授与野人发生了搏斗，教授的前方是一堵空气墙，里面的流速非常慢，其中还有着许多陌生面孔。教授的妹妹也被困在了里头，看来当初有很多人过来寻找不老泉，但最后都被困在了空气墙中。大山想将教授带去不老泉救治，但教授却舍不得远离妹妹，死活都要陪伴在妹妹身边。大山见状只好先赶了回来，众人合力将小胖放进泉水中，静静等待奇迹的发生。不料此时大批的野人追了过来，
众人只好先将小胖给丢下，朝着刚刚的洞口跑去。大山赶紧掏出面具男的云梯，并招呼几位女士先往上爬，后面的野人步步紧逼。就在他们追上来的一刻，大山也成功爬上了云梯。可最上方的小美注意到，洞口不知何时变成了一池河水。就当她犹豫该怎么办时，上方突然冒出一只诡异大手，紧紧抓着她往上面拉。大山见状，迅速抓住她的手，可此时下面的一个野人似乎发现了云梯的开关，于是手贱关掉了按键，云梯顿时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最终小美被巨手拉到上面，就当三人即将掉落之时，水中莫名冒出几根机械触手，将三人紧紧缠绕了起来。就当他们懵逼之时，小美全副武装从水里钻了出来，并示意三人牢牢抓好，紧接着一股脑就将三人拉了上去。下面的野人们看得一头雾水，这时又出现几根触手，向着洞里教授小胖等人缠绕过去。没过多久，小胖率先从水里醒来，下一个便是教授。两人大眼瞪小眼，全然不知发生了何事。这时其他人身穿全新制服走了过来，就连教授的父母和妹妹也通过不老泉复活了过来。小胖看着离自己越来越远的地球，于是询问众人要去哪里。这时丽莎开始解惑，表示地球现在已经不适宜生存，如今只能乘坐这个三角飞船去往火星，而他们也将面对全新的生活。